好，今天呢来为大家分享头发的画法。好，那因为头发呢有很多种就是发型嘛，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涂法。好，然后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练习。好，那我看过很多的同学交给我的作业啊，很多都是像是这样子，譬如说他们很习惯会画很多条线，然后以为要这么多条线才能够去拼凑出一个适当的发量。好，事实上呢，这样的画法就是说会显得线条特别的多，会显得比较混乱。那因为呢，我今天教的是比较属于这种卡曼的画法，好，所以像这样的状况，其实它只要几条线，好，它就可以去代表着很多的头发的意思。好，不一定要画这么多条线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涂法。好，首先呢，大家怎么练习呢？如果你是非常新的新手，那我们呢对于头发可能会没有头绪，不知道怎么画，看起来也蛮复杂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先这样子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练习画一条直线。好，我们先画这样的长度好了，那我再画一条跟它一样的直线。好，那呢，这是第一条，这是第二条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第一条呢，假设它是在外边，好，就是属于靠外面的话，好，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哈。那我大概在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呢，我就提前转弯。好，那第二条呢，在比较低的位置这边跟着也转弯，就会形成了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形状。好，那我再画一次，好，就是第一条呢，我们提前就转弯。好，第二条呢，到后面，好，就是比较下面的位置再跟着微弯。那这边把它连起来。好，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？就是说，我们一般来讲，头发不是都是这样子长长的，好，然后像这样子，就是发尾的部分，好，不管是马尾，不管是刘海，好，那这个涂法大家要先练习。好，那外边就是指头发的假设我们往这边弯好了，那这边就是外，这边就是内。好，这一条就是算内，这个是外。那外围的头发的线条，好，通常呢弧度会比较大，去把这个内的地方包起来。好，如果你没有包起来，就像这样子，这边是空的，好，那会显得你的头发好像没有画完的感觉，好，或者是这个地方会变成没有交代清楚。好，那这个是否线条的部分。好，那当然上色你可以去填满，让观众知道你的范围是在这里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涂法，大家需要练习的。第二个呢，有刚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样的图形之后呢，我们不可能头发会这么单调，通常都会有一些次要的头发，好，会跑出来。所以我们在练习呢，这个地方可以再加一根小一点的，像这样子。好，一样是外围的地方的弧度大，然后这个是内，好，就是弧度小。好，那这样子结果就是像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姑且上面都以直线来去做练习，才不会觉得好像太难。好，那如果你这样的涂法，好，已经觉得很熟练了。好，你可以开始从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 S 型 ，S 就是像这样子，就是 S。好，所以变成说可以，大圆的外面的这个大的弧度大圆，好，然后呢，这是稍微平一点的，好，然后再接一个小一撮的头发。好，小撮的头发。那画头发还有一个小小的技巧是，我们的一个发尾的尖尖的地方，通常都要画多一条线出来，比较好看，比较尖。好，就是比较不要去画像这样子刚刚好。好，通常都会呢把这个范围再多画一点。好，然后这个内圈的这个弧度呢，再让它有点弯一点。
所以它的弧度会像这样比较顺一点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大的配小的。好，我有时候会形容说好像是妈妈带小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练习一整串。好，譬如说像这样子，记得把它连起来。然后譬如说有中的，有大的，然后有小的。好，然后有大的，然后再来一个中的，然后再来一个小的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好比我们在画一个人的刘海的那样的意思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大的，好，就会可以再让它中间少许有一点线条，有一点点的缝隙的感觉，或者是这边变成双线，变成2条。好，这边可能再多1条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加一点变化，不会觉得它的线条就是太过于就是中间都没有任何东西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在一开始如果没有先学这样的一个技法，我们光看这样的，好，可能你就会觉得有点困难，不会画。好，所以它的基本雏形呢，就是由这样子而来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先练习这样的图形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样子的方式，我们如果已经学得蛮流畅了，好，就是你可以在笔记本上面多画，好像这样，记得不要空空的，把它留起来。好，多画一些，好小的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大的、中的，好，那记得我们的外围的这个弧度是外围。那如果我们反方向就画这样子，好，变成这个是外，这个是内。好，那一样是这样，外围的弧度大，然后这边小一点，这个弧度大。好，也就是弧度大要去包这一条，那这边的后面我们将它微弯翘起来的那个意思，然后尾巴让它有一点尖。好，这个图法大家可以多练习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画好了，你就可以自己随意。好，譬如说我可能画一个头，一个圆圈圈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简单的这样画一个。好，比如刘海，那我把它的范围定好，大概是这个范围好了，假设。好，那我这边打一个叉叉。好，头发的方向都从这边过来的。好，我就先画一个我要的范围，之后我就可以开始像我刚刚的这样的方式，我们把它给画起来。好，那这是刘海的画法。那再接下来，我们刘海呢不一定只有这个侧面嘛，有时候我们的那个头发会是正中央的这个正面。好，那这个正面的画法呢，我再跟大家做分享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学一下图法。好，一样是2条线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的中间呢，把它变成是像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的一个弧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让它的旁边可能就多一点点小撮的，像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好，譬如说我在旁边画一个像这样子。好，很像是叶子吧？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叶子的一个形状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就很像是我们的假设是一个，好，这样大家应该就看得懂了，很像是一个女生的背影。好，一个长头发，是不是它这个就会跟这样的图法是一样的？好，那所以纸的部分多多的练习。好，就是我们在纸上呢，就是常常画个叶子。如果一开始你觉得这2撮画起来，好，左右多2撮，刚刚我说妈妈带小孩那个概念，你觉得有困难，好，你就画叶子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呢做一点点这样的分支。
好，那这个分支画好了之后，把它连起来，连起来。好，那这边就是像这样子。好，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好，我再画一次，就是像是一个，你就是先画个叶子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好像更小的叶子的这样子的感觉。好，但是这边要连起来，变成是尖的。好，然后这边让它有一点点的，好像是开叉的那个意思。如果你不会直接画的话，就是这样的方式也可以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用橡皮擦，再去把这边擦掉。这样子就会形成了一个头发的一个基本型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以直线来讲，好，就是正的来讲，那我们也可以让它的这个呈现有点弧度，好比说像这样子，这样的一个弧度。好，那你可以一样，先画的是它中间的这个叶子。再去画它的尾巴也可以。好，然后一样，外面的圆要比较弧度大，里面的这个圆一样，到了后面的末梢的地方，再跟着一起弯曲，然后画外面的大弧度的圆，把它包起来。好，就是好，那结果就会是一个像这样子。好，这边是不是包起来？好，然后我们当然可以。不一定只有一个嘛，也会有两个。好，所以这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像这样？好，那如果我直接画，它就很像是这样子。那这个就把它就姑且连起来，好，就是一撮头发是一个弯弯的这种感觉。好，然后反方向我们要练习。好，反方向也是要练习。好，那你也可以呢，开始画一个不规则的感觉。好，比如像是这样子。好，就是里面多几条线。好，不然呢，我们也可以开始呢，帮它改成有一点点微微的，弯曲的。好，就是它这个弯的感觉是直接是一个大弧度。那我们也可以帮它改成像是这样子，尾巴有一点翘。好，那也许这边也可以再让它再翘一点。另外，你就把它当翅膀好了，这边也可以再翘一点。好，但是一样，它的主轴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状，有点像海豚吗？这个跳起来的这个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，就是海里的动物。好，然后长了翅膀，有没有感觉？好，那我们再画另外一个方向，好，比如它可以瘦长一点的，是不是可以瘦长的？好，那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多出来一点点？好，那也可以画成多几个，譬如说一个，再一个。然后再一个，好，然后这边会有我画虚线哈，它其实会有一个慢慢变长的感觉，然后最后它的集中的位置我打叉叉哈，集中的位置通常都会往这边集中，所以它有点像这样扩散的感觉，有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味道。好，你在画的时候还是它要有一个它的形，好。这是一种，然后呢，再来呢会有这种，假设我换个方向好了，比如像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一样是这样一个，也有点像人参哦。这是第二个。好，那第三个我可以就让它有一点点翘起来，翘这边。那也许这边一样，妈妈带小孩有一个小的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很像什么？很像是，譬如说刘海。我们的这个头发的有没有这个意思？好，类似像这样。好，就是我们的头发的前面的刘海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样子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多练习。好，就好比它是有很多个这个组成的，然后你要从短的1号、2号、3号。
好，慢慢的铺陈，但是前提是我们要把这样子的土法练好，好，这样子的土法练稳，好，这样子是多了一些线条嘛，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形，好，更不用讲这前面这是基本的，这一个是基本的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我也可以让它这样，又多了一条线。这些线到最后的末梢都要集合在这个发丝的根部的地方。好，因为我这边再画一条，都要集合在好这个发丝的根部的地方。这样，好像这样子，没有好，这边我再一条过来，我都会集合在这里。好，边也可以再一条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今天简单的介绍这个所谓的比较简单的刘海的部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譬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个范本，就是可以让我们来想象一下。譬如说一个女生绑马尾，绑在这边，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像这样子？好，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基本型？刚刚的一开始的基本型。对不对？就是像这样子，好，那这边可以再有一撮，开始不是就是这样子吗？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让它有点弯嘛，像这样有点弯，有点 S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变成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再让它的线条可以多一些，好，长一点。好，可能这边也可以再多一条。好，然后甚至可以让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头发绑过来，就是翘过来之类的，好，或者是这样翘回来，等等。因为头发是一个很不听话的。好，那这个绑的这个结的这个位置上面，这边绑起来的这个部分要画的比较紧一点，就是有时候会画成像这样开叉。好，然后呢，绑起来的这个意思。好，那这边有时候你线也可以断掉，然后断掉之后呢，再从这边再接也可以。好，或是你不要断，你这边画轻一点。好，那这就是马尾绑起来的那个感觉。对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实际来画一个，我找了一个模特儿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上次正面教学头部的这个范本拿来，好，当做是一个我们的模特儿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女孩子的这个发型，我们该怎么画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先跟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她的一个头发的分布要怎么分布。好，就是它的一个走向。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她的刘海。它的刘海其实呢，基本上它的头发的分布大概是这样子。譬如说这边是一个前面的这个刘海，在我画这个蓝色的这个线条的位置。好，然后它的走向是往这个方向去的。好，然后再接下来呢，因为它是有一点点的侧分，好，侧分。好，然后它的右手边的这边是一块这样蓬起来，这是它最高的地方，然后下来。好，这个是它的前面的这一块应该是前面侧边的头发，这是它的第二块。好，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在前面的一小撮，好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这是它的第三个。好，然后最后它有塞耳后，对不对？这是它塞耳后，然后这个最后这一片头发，好，这样子有一点分开嘛，这是一片。好，我画紫色的这个又是另外一块。好，所以它总共是1、2，我用黑色好了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而组成了它这样的发型。那我现在在这个右手边呢，来为这个 model 来画上这样子左边的一样的发型。
好，那大家可以来看我画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会先画出头发的一个，好，就是它大致上的一个分配，好，就是它头发你仔细看，它一定会有分配好的一块一块的，好，就是应该要把它呢，这个每一个分配呢，都把它确定的就是都没有问题，好，那我才会开始来画细节。好，那我现在把它分配好了之后，我就可以好好的，譬如说刘海，我就把刘海画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为大家来示范，大家可以专心来看我画。好，那我简单的示范到这边哈。那有几个重点，就是说，像它的刘海，就是当然它就是一整片的，但是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基本上虽然是整片的，但是它还是有一块一块的。所以呢，譬如说这边是到这里来，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边又是另外一个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这是两个。就是它等于是虽然看起来乱乱的，但是你要去找到里面它的怎么样去分区块，然后把它画下来。好，不要说变成说没有一个头绪，然后随意画，它还是有它的一个整个逻辑的编排就是了。好，然后有几个重点哈，譬如说一些分开的地方，我有时候故意会让它线条加重一点。好，然后还有像是它的一个假设是发旋处的地方，我可能会让它有一点点的做这个画斜线。好，就是如果你只是单色啊，你没有要画那个上色的话，你可以简单的画一点点的这个斜线，好，让这个画面的内外分出来。好，内头发、外头发，把它稍微做一点分隔。那你至少在画这张速写或是简单的这样子的人物线条，看起来还蛮清楚的。你画的这个头发的分块不会让人家觉得到底是哪一块这样子。好，这是一个简单的建议。好，那我今天就为大家简单的分享这个头发。好的，第一阶段分享到这边，那大家可以在期待后面的教学。好，头发其实非常多教不完的，好，那个很多不一样的发型，包括男生的头发，还有那种没有刘海的头发，好，或者是一些卷发，好，等等。那当然，我可以留在后面再慢慢的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今天的教学的分享就到这边，那希望对大家会有所帮助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喽。